清水祖师，俗名陈昭应，法名普足，是清水岩的开山祖师。宋仁宗庆历4年正月初6，诞生于福建省永春县，是北宋时代福建泉州安溪的高僧。由于在安溪清水岩修道，被尊称为清水祖师，民间俗称祖师公或祖师爷。清水祖师成佛后，神通广大，有求必应，行人赐福，星神助战，功勋卓著。清水祖师获历朝皇帝4次敕封，圣号昭应广惠赐集善利大师。相传生有道骨，自幼持斋戒杀，通习经签。清水祖师一生谨遵多行善事，以悟救世的宗旨，致力于施医法药，普救贫病，造福百姓。千百年来香火传承，清水祖师信众遍布全球。坐落在38望海军部街26号的蓬莱殿，是以供奉清水祖师为主神的庙宇，源自中国福建安溪祖庭清水岩千年香火分炉之一。蓬莱殿是在70年代成立，1978年从云顶高原原蓬莱仙境负责人手上交接香火。当时只是一间简陋的庙宇，设在蔡厝港12英里的一个俗称内东城的村落，为村民服务，设坛救世。新加坡蓬莱祖师庙设有1楼大殿和2楼佛祖殿。1楼大殿供奉清水祖师，4大护法将军竖立在大殿左右两旁。大殿门口是太岁殿和大二爷伯殿。大殿外也有供奉4面佛。2楼佛祖殿供奉南无释迦牟尼佛，左右作为南无观世音菩萨和南无大势至菩萨。本殿有供养师傅，为信众点灯祈福。1978年到1979年间，年轻的胡荣谦先生病重，于云顶清水祖师佛庙蓬莱仙境求助祖师公，得祖师借身降世救助5年，并至云顶蓬莱仙境筹借香火。大概是1978到79年了这样了。然后当时我在家里工作的时候一直生病，腰骨一直痛，我就没有办法，很多医生那看不好，看很多中医也是看不好，西医也看不好，然后没有办法，我有过去云顶高原云顶高原那边我去玩耍走了，那边有一个神庙很大，原来是清水祖师，然后我就去烧香然后我许一个愿，如果你能够治好我的病，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多了2个礼拜，我人就怪怪的，就是觉得好像发疯这样，有时下午发疯好像是要神上身这样，不省人事。真的会真的是神上身，神上身了又退了又上身，然后我整天不会吃饭，也不会工作，差不多1个礼拜。然后我的住家后面以前是甘庄这个有一个神庙叫关帝庙，因为这个乩童是关帝爷，他很好了，差不多有30多年的乩童很好，他帮助我，他也上身，我也上身。然后他说你的起步不重，你应该是神上身，不是其他的神。他检查一下，原来是清水祖师。我的姐夫这样相信，他说既然你上身了，我家里就安一个清水祖师就买一个小的，
小小尊啊放在家里，清理祖师自己点清啊，放在朱家了，这样就一直温室，初一十五啊就温室，过了差不多半年到1年的时间，然后啊我的大姐夫啦，这样不是办法了，我们没有真正的香火了，我们问清理祖师一下，当初一十五啊神上任的时候问他。我们可以去请啊，真正清水祖师要去中国请，还是去哪里请？请他的香火过来放在我们的香炉里面，才能够真正的、真切的一个神庙妥当的嘛。不然你没有一个香火不行嘛。然后我大姐夫他们呢就问我，问清水祖师啊，他说啊，我们可以请香火吗？要去哪里请？我们不能够做主，你可以做主嘛？清理祖师讲不用请，你们不用急，不要去中国，中国太远了，你去云顶高原请。1979年6月14正式进庙，新加坡清水祖师佛庙蓬莱殿正式成立。大概是1979年哦，3月多到4月多，我日期太久了，忘记了。我们早上就出发，2辆车出发，从新加坡出发去吉隆坡。吉隆坡就云顶高原，以前是没有highway的，都是那种路，很窄的啊。走了差不多晚上5、6点才到。到的时候，我们就去清水祖师的庙。到了那边，我们就烧香，然后店主不在，那个真正的神庙的最大的是林我东嘛，他不在。不过他的那个一个很高的职位在，那个是总裁。就是他第二号人物在，他刚好来，本来是没有来的，那天他来，他来住2天，然后看到我们，莫名其妙啊，你们几个人7、8个人，为什么从新加坡来还问我们东西？他问我们需要什么？这样啊，我大姐夫因为我不大会讲话，我年轻嘛，他说我们有一个神庙，也是清水祖师。不过我们有问清水祖师了，我们要来这边请香火，看可以吗？然后他说不可以，我不可以做主，除非你清水祖师上身，起档啦，就是要起档啦，这样我没有办法了，我就换衣服。衣服我有一条黄的衣服我就换，很冷呢，我就换5点多就起。我的大姐夫就讲，神庙里面新加坡需要这边起一些香火，回去新加坡放我们的神庙。这样，他说我请清水祖师开口跟他们讨，然后清水祖师就自己做主。他说他吩咐云顶的人那个总裁，他说如果你不相信，我就拿那个新碑，他的碑这样站住，清水祖师这样丢呢，然后全部的人都跪下来。全部的人那个店主全部都跪下。他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这样就要准备香火给我们去新加坡了，然后继续办事。他们问他们的事情，他们的店那个总裁也问他家里的事情那些理事也是问清水祖师家里的事情，然后清水祖师跟他办到好给他们，然后神就退了。然后第2天他就包全部的香火给我们了，免费，包到好什么都包好，一包还请和尚来念经那个香火，我们就从云顶高原做了1天，我们第2天早上就回去新加坡。这样从那天开始，就是用云顶高原蓬莱殿的同样名字，也是经过他们同意。不然你不可以乱放的，不可以放蓬莱殿的，跟云顶高原一模一样的名字，因为经过清水祖师的同意，这样从那时开始，就是有多一个分店在新加坡，就是办事办了这样多年，每次初一15啦，我就跟清水祖师讲，我只是来这边5年5年上时我神上身的时候是20多岁啦，我是20多岁，5年已经30多岁。他说：“你既然许这个愿，我就给你5年，你要替我办事。我5年到了，我就跟清水祖师讲，我不要跳了啦，我不要再办事了，因为我要工作。然后大姐夫一直请求，
青举祖师给我留下来，一次办事，因为很多人要问事，有的需要我帮忙，因为非常的灵验，而且我自己神上任的时候我没有收红包，不过我的生意非常的顺利，因为我是做机器嘛，非常顺利，每年都赚很多钱，这样大姐夫也是请求我啦，你既然5年到了啦，给你自由啦，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你要继续办事，你就办啦。这样好了，我就决定再办下去，办到我差不多50多岁了，我就退休了。从旧的庙到大姐夫去世，大姐夫去世了，大姐夫的儿子 Johnny 就 hand over Johnny 就去标一个地，这边再搬来这个地方做得很好，就这样继续下去。祖师显灵降世救助之时，不胫而走，很快整个村子的人都来进香问病。有一天，我的儿子最小的儿子忽然间生病4年前中午差不多11点多了，他是去做政府工了，他是要做一些生意啦，然后生意有给人家骗到30多天给他骗去了，整个人呢就很烦恼，他不讲不出来。然后我问他今天为什么没有工作，他说没有工作，他从外面就回到我家里，那天我是没有工作，忽然间呢回到家里门口，忽然间砰晕倒，忽然间发作晕倒了，我快点就救了，没有呼吸了，我请经理主师说我快点救他了，这样就送去国大医院啦。国大医院他验了，你这个儿子病非常的严重，你的脑部受细菌的感染，新加坡只有2个，可能你的儿子救活的话，你的儿子会永远坐轮椅，或者是终身残废。在医院差不多住了1个多月，医生呢，一个美国的医生呢，一直救，给他一直药，一直救，不行，躺在床上不会醒。这样没有办法了，我差不多过了1个礼拜，然后我就半夜的时候我就跪在医院的草地，我说青女主师，麻烦你救我的儿子，看可以吗？我哭了很多天，然后真的我就叫我大哥说，我们下午来神庙了办事然后他们就全部的过来帮忙我。下午的时候青女主师起来。他说：“你儿子没有事，你儿子只是发热而已，好像中暑，中暑而已。你有救，你儿子一定有救，我一定要救他。”这样就，青女祖师就开了很多壶啦，给他壶水。他说你的儿子都不能够喝他不能够喝水了吗？他穿拜吗？他说不用紧，你把这个壶水烧在这个杯里面，然后给他擦那个嘴唇。然后差不多有多1个礼拜，我的儿子差不多眼睛会挣扎了，不会讲话。青女祖师讲，他说过了初9，那时候刚好新年，他说一定行，再开一些壶给我们给他喝他不能够喝了，真的1个汤匙这样下去也是吐下来了，然后给他擦脸而已啦，这样而已。初9行，真的行了，他只会叫爸爸而已。会醒，不过还是不会睡。不过他有放那个维他命牛奶那医生也给他药，然后慢慢清醒。青女祖师说有救，结果我的儿子医到好，到现在还好，就是这样。所以我很感动，就是说已经是退休了啦，初一十五也是没有办事嘛，这样我就决定每逢初6，就来这边办事。要问东西要盖印要什么，有什么困难青女祖师来替他们解决。祖师降世时，不只是问病除灾，也帮助四邻八乡生活变富裕了。庙主王清秀诚心求拜，已留住蓬莱殿祖师庙，受当地人祭拜。1988年，时值新加坡城市化发展，乡村搬迁，祖师庙也自此进入10多年颠沛阶段。
庙主王清秀的儿子拿督王美发先生一直想通过努力为祖师重修庙宇，再塑金身。那到我们大概是这个庙到差不多1988年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庙就被政府接受到政府的来信，说这个庙跟这个乡村全部都要搬迁。那从那时候开始呢，在1988年到89年，我们就筹备搬这个乡村到政府主务。直至1996年，才在蔡厝巷买下一块地，修建庙宇。可是好景不常在，政府不允许将当时土地拿来用作庙宇，逼于无奈，只能再次搬迁。结果没想到这个庙建好了，然后大概2-3年后呢，那政府来了，那就讲说，因为这个是一个菜园，是不允许供佛做佛庙。那我爸就又是很操心的，那怎么办？那筹备买了这个菜园建的这个庙宇起来，那结果又被要再喊搬迁，所以他就没办法，就搬去另外一个临时的一个工地。到了那个时间的时候啊，我爸就跟我讲说，你去帮我去接手这个庙，看接下来这些庙的东西要怎么去发挥这个庙，那怎么能够把这个庙继续的发扬光大。拿督王美发先生终于在2002年成功标下县制后，积极展开筹募建庙基金，一呼百应，在众多信众和商翁宝号热烈慷慨捐助下，终于在2003年动工兴建，蓬莱殿步入历史新篇章。自从这个庙，我们当时在2002年去投标这块土地之后呢，那当时我就先捐出这笔钱来跟3-8万的那个妈祖庙跟财神庙，那我们大家就拿出我们可以拿出的钱出来投标这个庙先，因为土地一标到，供完了这个土地的钱，那我们就建庙也需要一笔资金，那我们就去捐所有的建庙资金，从2003年开始，到2007年，总共用了3-4年的时间来完成筹款资金来建庙，所有的善良信女，所有的祖师宫的香客，那陆陆续续的大家的他们的能力所捐款出来的，才真正的今天有这个能力把这个庙完成。所以我希望说这个庙的来源是不那么容易，那祖师宫在这里也会知道说我们所有的善良信女所出的所做的，那都是供养祖师宫。我觉得新加坡蓬莱殿一路走来，得到众多宗教机构、义工及社区组织、企业商号以及各界善信大力支持。清水祖师香火日盛，继续为信众提供佑护与救助。新加坡蓬莱殿经过40余年发展，香火愈盛，信众日增，也获得了不少年轻人尊崇奉拜。那我会想把蓬莱殿的历史故事拍摄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能够记载父亲与爷爷那一代因为机缘巧合经历过的事情分享给大众，那也包括我们的后辈都能够了解到蓬莱殿清水祖师庙的历史由来。那也因为很多信众和理事们对祖师宫的敬仰，所以蓬莱殿才能走到今天。现在大部分年轻人对于传统拜神的理念逐渐减少，我们想为那些前来参观
和敬拜清水祖师的信众们塑造一个庄严、清幽的环境，也同时让更多年轻人认识与了解清水祖师，学习祖师的慈悲之心。蓬莱殿的愿景是为了促进法会庆典、福利于社会、慈善与义工活动，希望让更多的善男信女能够到庙里向祖师公祈求平安。蓬莱殿的使命是保存弘扬清水祖师誓愿，以及弘扬中华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发源地香火，培养修身养性、精华内心，创造有益的教导，造福人群及下一代的幸福和快乐。